嗨，我是肥龙，千金难遇好主揪，万金难有好教学。今天要介绍的游戏是《搜灵记》。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并按下小铃铛哦。《搜灵记》是死神学院重大的校园活动。相传以前因为某些学生不小心放出了一堆灵魂，所以大家开始亡羊补牢，收集灵魂，顺便比赛看谁抓得多。时至今日，此祭典依然持续，而且游戏最后抓到最多灵魂的玩家就可以成为死神规格。游戏的设置将面板放于中央，棋子、秃鹰老师和角色牌，还有灵魂罐放在附近。最近看过噬魂者的人当做起始玩家，若无则最近穿过毛衣的人当起始玩家。那么游戏就可以开始了。游戏的目标非常单纯，透过下棋尽可能将一列、一栏或者是对角线用成同一个面朝上来收集灵魂。最先达到目标的人就获得胜利。目标与该场使用的角色牌有关，若使用的是秃鹰老师，也就是基础游戏中的角色牌，则率先收集到3个灵魂罐的人将获得胜利。详细的流程如下：下棋，拿取一颗棋子，选择任意面朝上放到版图的任意空格处。翻棋，将放置的棋子直角相邻的棋子全部翻面，然后进行收棋。若翻完之后至少有一栏、一列或者是对角线为同一面朝上，则当前玩家必须选择一列、一栏或一对角线的4颗棋子弃回供应区，并拿取一个灵魂罐。最后有个步骤要判定逃窜。若当前玩家回合结束时整个面板都是满的，则场面上所有与本回合下棋的面相同的棋子都要弃掉。4个动作都结束之后，换下一家继续执行下棋、翻棋、收棋、逃窜这4个阶段，直到有人达到目标，让游戏结束为止。接着看到游戏的变体规则：角色变体，玩家将秃鹰老师以外的角色牌洗混，每位玩家随机抽取1张，将该角色专用的3枚指示物放到附近。游戏目标改为将自己老师的指示物拿光者获得胜利。角色有下面几个：死神父子，此种角色3枚指示物收集的方式不相同。针线与灵魂罐相同，一列、一栏或一对角线存在4枚同样面朝上的棋子就可以收集。布匹，场上2×2的空间存在4枚相同面朝上的棋子。镰刀，如图所示，一个 L 型空间存在4枚同样面朝上的棋子。记得游戏中所有的收棋仅能在自己回合收，敌人回合达成死神条件，死神亦不能收集。第2个角色是黑白无常，此角色操作难度较高，不建议新手使用。游戏开始前将黑白无常某一面朝向自己，如影片这样就是使用白无常。每次自己回合结束时，都可以选择是否旋转改成另外一个无常的面朝自己。面朝自己的无常将会改变翻棋的效果，其效果如下：黑无常与基础模式一样，翻面直角相邻的棋；白无常改成翻面斜角相邻的棋子。记得决定黑白无常是自己回合结束时决定，此角色需要预判对手下棋的位置，因此操作难度较高。再来是阿努比斯与欧西里斯，此角色有干扰对手的成分，不建议在对手是新手时使用。收集方式与秃鹰老师无异，但收集到后，根据收集到的颜色，将拿到的封罐指示物翻面成对应色，对手变成仅能对该色收集。场上无论如何仅会有一个限制存在，新的限制将会盖掉前一个。最后是婆莫卡那个女孩，此角色也有干扰成分。游玩前，女孩将自己的3枚指示物放到中央版图任意3个位置，收棋时就将场上自己的一个指示物拿走就好。目标就是收回这些指示物，这些指示物不会阻挠下棋，仅会阻挠对手的收棋。有这些指示物在时，对手收棋时所指定的棋子下方皆不能有女孩指示物。若双方皆是选择那个女孩，则设置时双方轮流下指示物便可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些指示物一格最多只能摆1个。以上是《搜灵记》的所有规则，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。《搜灵记》是一款2人对弈的棋类游戏，游戏是参考了黑白棋的玩法改变而来。游戏规则极简又好上手，但可別以为只是单纯的下子。游戏如同志月康介在《棋魂》里面所说的：進藤が100点読めば101点、1000点を読めば1001点を読むだけだ。看穿对手的谋略才是这个游戏的制胜关键。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请帮忙按喜欢、订阅与留言。每个礼拜2晚上给肥龙一盒桌游频道都会有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